大家好，今天我們要聊的話題，乍一聽可能覺得有點枯燥，有點像是在翻故紙堆，但我向你們保證，這絕對是你聽過的關於台灣命運最驚心動魄的故事之一。我們要把時鐘撥回到70多年前，去揭開一個讓現在的北京中南海每當夜深人靜響起時都會背脊發涼的秘密。我們今天要談的不僅僅是一份泛黃的條約，而是一把依然懸在台灣海峽上空的法理利劍，更是一場正在進行的沒有硝煙的認知生死戰。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我們要問一個非常直擊靈魂的問題：為什麼一份1951年簽訂的國際條約，到現在已經過去了整整70多年？當時簽字的人幾乎都已經作古了，可是號稱世界第2大經濟體、擁有100萬大軍的中國共產黨政權，一提到它，反應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老虎一樣，暴跳如雷。他們動用所有的外交資源、宣傳機器，甚至在聯合國的走廊裡大聲疾呼，說這份條約是非法的，是無效的，是一張廢紙。這份條約就是舊金山合約。各位朋友，這難道不奇怪嗎？如果它真的只是一張毫無意義的廢紙，你把它扔進垃圾桶不就完了嗎？你見過誰會對一張廢紙發這麼大的火，還要花70年的時間去證明它是廢紙？這背後一定藏着貓膩，藏着他們最害怕、最不想讓你知道的真相。這個真相關乎台灣的命運，關乎我們腳下這片土地到底屬於誰，更關乎當危機來臨時，我們是否有資格向世界求救。讓我們閉上眼睛，把時間拉回到1951年的9月，地點是美國西海岸的舊金山。那時候的世界空氣中都彌漫着火藥味。第2次世界大戰雖然結束了，但並沒有帶來真正的和平。冷戰的鐵幕已經哐當一聲重重落下，將世界切成了2半。在朝鮮半島，韓戰打得正慘烈，志願軍和美軍正在死磕。美國急了，真的急了，他必須趕緊解決日本的問題，把日本從戰敗國變成对抗蘇聯和中共的橋頭堡。就是在這種緊張得讓人窒息的氣氛下，舊金山的戰爭紀念歌劇院裡燈火通明，52個國家的代表西裝革履地坐在那裡，準備簽訂對日合約。這是一場決定戰後亞洲秩序的盛宴，可以說是冠蓋雲集。但是如果你像偵探一樣仔細觀察那個巨大的會場，你會發現一個極其詭異的現象：有一個巨大的空位，誰沒來？中國，這可是2戰的主要戰勝國啊，受害最深的國家之一，居然缺席了。但這不僅僅是缺席，這是一場極其複雜的外交博弈。當時的國際社會面臨一個超級難題，到底誰代表中國？是那個已經敗退到台灣，在風雨飄搖中苦苦支撐的蔣介石中華民國政府，還是那個剛剛在北京天安門宣布成立，正氣勢洶洶要解放台灣的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這個局面簡直就是個死結。英國人當時為了保住香港，已經急吼吼地承認了中共，所以他們堅持說得請北京來。美國人一聽就炸了，說開什麼玩笑，我們在朝鮮半島正跟他們打仗呢，怎麼可能請敵人來簽字？必須是蔣介石。雙方僵持不下，眼看這會就開不成了。最後美國那個绝頂聰明也極其老謀深算的特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也是極其冷酷的折中辦法。既然你們吵不出結果，那就誰都別來。杜勒斯說，你們中國的代表权問題太複雜了，別耽誤我們跟日本簽約的大事。於是這場決定亞洲命運的會議就在海峽兩岸都沒有代表參加的情況下召開了。這一下可把北京給得罪慘了。周恩來當時就發表聲明，嚴厲譴責。但是朋友們，真正讓中共在那之後的70年裡夜不能寐的，並不是這次缺席，並不是所謂的面子問題。如果只是面子，過幾年也就忘了。真正讓他們恐懼的是杜勒斯在這份合約裡埋下的一顆定時炸彈，一個在法理上精心設計的黑洞。這個黑洞就在舊金山合約著名的第2條 B 款裡。這一條是怎麼寫的呢？僅僅一句話，卻字字千鈞。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島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及要求。請大家務必注意這個詞，放棄 （renounce）。
這在國際法上簡直就是神來之筆。他只說了日本不要了，就像是一個房東搬走了，把鑰匙扔在了大街上，但他並沒有說把這把鑰匙交到了誰的手裡，他沒有說歸還給中華民國，更沒有說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造成了一個極其特殊的法律狀態，在國際法上，這叫做主權未定。這就像是著名的薛定諤的貓，在盒子打開之前，貓既是死的，也是活的。在新的法律文件確定之前，台灣既不屬於中國，也不屬於任何其他國家。這種狀態正是台灣今天能夠爭取自己生存空間，能夠在這個充滿惡意的國際叢林中活下來的法理基石。這才是中共真正害怕的東西。很多人以為中共罵舊金山合約是因為它是美帝國主義包辦的，是因為沒有邀請中國。這些理由都太淺了，都是給牆內老百姓看的宣傳口號。他們之所以這麼執着的要否定這份合約，是因為這份合約直接抽掉了他們武力吞併台灣的合法性地基。接下來，我要用最詳盡的細節為大家拆解中共為何如此恐懼這份合約的3個深層理由。每一個理由都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法理攻防戰。首先，第一個理由，中共必須否定舊金山合約，因為他們要徹底扼殺台灣地位未定論，從而鎖死台灣人民的自決權。我們得深入聊聊這個放棄和歸還的區別，這可不是文字遊戲，這是生與死的差別。如果條約寫的是歸還，那就意味着主權完成了轉移，就像你買房子完成了過戶，那新房主想怎麼裝修，想怎麼拆牆，那是人家自家事。但如果是放棄，這就意味着這裡出現了一個主權真空。在二戰後的國際法體系裡，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原則正在崛起，那就是民族自決或著名自決 （self-determination）。聯合國憲章裡寫得明明白白，如果一個地方的主權沒有明確的歸屬，那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就擁有天賦的權利，通過民主程序，比如公投，來決定自己的未來是獨立、是合併還是維持現狀。這就是中共的噩夢。你想想看，如果中共承認了舊金山合約有效，那就等於承認台灣的主權在1951年的時候是未定的。既然未定，那麼後來台灣人民通過民主化進程建立了現在的民主體制，這就是一種事實上的自決。如果台灣人民未來要通過公投宣布獨立，在國際法上這就是順理成章、完全合法的。這還得了？這直接動搖了中共那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為了堵住這個漏洞，中共拼了命地搬出另一份文件來對抗，那就是1943年的開羅宣言。大家在歷史課本上都學過，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在埃及開羅開會，發表了一個新聞公報，說日本竊取的滿洲、台灣、澎湖應歸還中華民國。中共現在就像抱着救命稻草一樣，抱着開羅宣言說，你看1943年就定下來了，早就歸還了。但是這裡面有一個巨大的法律陷阱，一個中共不敢告訴你的真相。在國際法上，宣言 （Declaration） 和條約 （Treaty） 根本就是兩碼事。開羅宣言本質上是一份戰時的新聞公報，是一份意向書，是盟國領導人坐在一起吹風表達政治意願的聲明，它沒有經過各國國會的批准，沒有簽字儀式，甚至原件到底在哪裡都存疑。這就好比你跟朋友喝酒時說，兄弟，等我發財了，我那輛車送給你，這就是個宣言。但如果你真要把車送給他，你得去車管所填表、簽字、過戶，那才叫合約。你不能拿着酒桌上的一句話去法院告狀說車是你的。而處理戰後領土主權轉移的過戶手續，唯一的最高級別的法律文件就是舊金山合約。國際法有一個基本原則，叫後法優於前法，條約的效力遠高於宣言。更何況，連當年參與開羅會議的當事人英國首相丘吉爾，後來在1955年英國議會被質詢時，都親口說過，開羅宣言只是一個共同目的的聲明。它本身並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力來決定台灣的歸屬。你看，連寫宣言的人都這麼說了，中共還拿着雞毛當令箭，這說明什麼？說明他們手裡真的沒有貨了。他們知道自己在法理上站不住腳，
所以只能通過大嗓門的宣傳，試圖把開羅宣言神聖化，同時把舊金山合約妖魔化。而且大家不要以為舊金山合約留下的這個漏洞是杜勒斯粗心大意，不，這是精心設計的戰略模糊。當時韓戰爆發，美國既不想把台灣交給已經倒向蘇聯的中共，因為那是資敵，也不想明確交給蔣介石，因為怕蔣介石利用台灣這個基地反攻大陸，把美國拖進第3次世界大戰的泥潭。怎麼辦？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台灣的地位冷凍起來，懸在半空。這個懸在半空，就是台灣後來能發展出獨立民主實體的關鍵空間。中共看懂了這一點，所以他們恨得咬牙切齒。接下來我們談第二個理由，這可能更現實、更可怕。中共為什麼要否定舊金山合約？因為他們要架空國際干預，把台海衝突從國際問題降級為中國內戰。這一步棋下得非常陰險，也非常狠毒。我們必須看清楚，舊金山合約是整個戰後東亞國際秩序的基石，它是一個多邊的國際條約，有40多個國家簽字。如果承認這個合約有效，那就意味着台灣的地位問題是2戰後國際秩序安排的一部分，是國際社會共同關心的議題。換句話說，台灣問題不僅僅是海峽兩岸的事，它是美國的事，是日本的事，是所有簽字國的事，因為台灣的地位是在這個國際條約中被未定的。那麼任何試圖單方面用武力改變台灣地位的行為，比如中共武力犯台，就不再是中國的內政，而是對舊金山合約所確立的國際秩序的公然挑戰。這正是中共極力要避免的局面。他們最希望看到的劇本是什麼？是全世界都承認，哦，台灣是中國的一個叛亂省份，這是中國人自家的家務事。為什麼他們這麼執着於內政這個詞？因為國際法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叫做不干涉內政。如果台海衝突被定義為中國內戰，也就是1949年國共內戰的延續，那麼其他國家，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歐洲，就沒有法理依據來插手。你想想看，如果兩夫妻在家裡打架，警察要介入還得看情況。但如果是一個強盜衝進鄰居家搶劫，警察和鄰居都可以衝進去制止。中共就是想把台海問題定義為夫妻吵架，甚至是老子打兒子，以此來在這個房間外掛上請勿打擾的牌子。如果美國要出兵協防台灣，中共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指責美國，你這是侵略，你這是干涉我國內政。這樣一來，美國出兵的正當性就會被大大削弱，美國國內的民意可能會反對，盟友可能會猶豫，這就是中共的如意算盤。關起門來打孩子，誰都別管。這個策略的形成跟韓戰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回到1950年初，大家可能不知道，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本來已經打算放棄台灣了。他在1月發表聲明，意思就是說，美國不介入台灣海峽爭端，覺得蔣介石政權爛泥扶不上牆，準備撒手不管，讓中共去佔領台灣算了。當時美國就是把這看作中國內戰。但是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了，金日成的坦克越過38線，這一下把美國打醒了。美國突然意識到，共產主義的擴張是全球性的，如果台灣丟了，整個西太平洋的第一島鏈就斷了，日本、菲律賓都會暴露在紅色的威脅之下。於是僅僅2天後，6月27日，杜魯門總統立刻下令第7艦隊開進台灣海峽，並且發表了一個著名的台灣地位未定論聲明。他說，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合約的簽訂，或是經由聯合國考慮。這一招回馬槍直接把台灣問題重新國際化了。它不再是國共兩黨的恩怨，而是冷戰格局下自由世界對抗極權擴張的最前線。從那一刻起，台灣的安全就跟美國的國家利益、跟亞太的和平捆綁在了一起。中共當時看在眼裡，恨在心裡。他們意識到，只要舊金山合約及其背後的地位未定論存在一天，國際勢力就有理由、有借口介入台海。所以他們必須通過否定合約來釜底抽薪。他們現在的每一次軍演
每一次外交發言，其實都是在試圖改寫這個規則，試圖讓世界接受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的洗腦包。這不僅僅是法律戰，這是在為未來的戰爭預設戰場，是在提前切斷台灣的求救電話線。最後，我們要揭開第3個理由，這也是對台灣目前國際處境影響最直接的一點。中共要通過否定舊金山合約，徹底抹殺中華民國的主權，打擊台灣的國際代表性。這不僅是針對土地，更是針對政權。這是一場關於誰是真中國，以及中華民國是否還活着的合法性戰爭。在中共的宏大敘事裡，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刻，中華民國就已經死了。他們認為自己作為新中國，完全繼承了舊中國的一切權利，當然也包括對台灣的主權。他們要向全世界灌輸，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民國只是一個歷史名詞，或者是早已滅亡的前朝僵屍。但是舊金山合約的存在，以及隨後衍生的中日合約，也就是台北合約，狠狠地打了這個敘事一巴掌。雖然中華民國沒去舊金山簽字，但是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在舊金山合約生效的同一天，1952年4月28日，跟中華民國在台北簽訂了雙邊合約。這個台北合約非常關鍵，它基本上承認了舊金山合約的內容，確認日本放棄台灣主權。這在法理上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在戰後的國際法框架下，中華民國是作為一個主權實體，與日本這個主權國家進行平等談判、簽訂條約的。這本身就是中華民國擁有主權、擁有國際人格的鐵證。如果中華民國在1949年就滅亡了，那日本跟鬼簽的約嗎？所以承認舊金山合約體系，就等於承認中華民國在1952年依然是合法的國際主體。這對中共來說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兩個中國，或者是一中一台。為了消滅這個證據，中共玩了一個極其狡猾的移花接木把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的歪曲解釋。那是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了聯合國。那份2758號決議說了什麼？他說的是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並把蔣介石的代表驅逐出去。請大家注意細節，魔鬼都在細節裡。決議全文從頭到尾根本沒有出現台灣這兩個字，它解決的是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也就是在北京和台北之間，誰有資格坐在聯合國那個寫着 China 的席位上。它並沒有處理台灣的主權歸屬問題，更沒有說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按照國際法，他只是把蔣介石政府趕走了，但並沒有把台灣這塊土地的主權打包送給北京。但是中共現在是怎麼宣傳的？他們在所有的國際場合強行把2758號決議和一中原則劃等號。他們說，你看，聯合國決議說了，台灣是中國的，這完全是謊言，是赤裸裸的詐騙。他們試圖用這個決議來覆蓋、來抹殺舊金山合約留下的法律空間。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因為他們要讓中華民國在國際法上社會性死亡。如果世界各國都接受了中共對2758號決議的解釋，接受了否定舊金山合約的邏輯，那麼台灣在國際組織裡就沒有位置，台灣的護照就不被承認，台灣的運動員就只能舉着那個不倫不類的旗幟。這是一場要把台灣變成國際孤兒的陰謀，他們的目的是要讓台灣失去任何可以依靠的國際法理依據，讓台灣人覺得自己是亞細亞的孤兒，最後在絕望中被迫接受中共的統治。講到這裡，我相信大家已經聽明白了中共為什麼對一份70年前的舊條約這麼氣急敗壞。總結一下，這不是歷史恩怨，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三位一體法理絞殺戰。第一，他們要否定舊金山合約，是為了堵死台灣地位未定論，剝奪台灣人民通過公投決定命運的自決權。第二，他們要否定這份條約，是為了把台海問題內部化，把它變成關門打狗的內戰，從而剝奪國際社會干預的正當性。第三，他們要否定這份條約，是為了徹底抹殺中華民國的國際人格，讓台灣在國際舞台上徹底消失。這三招，招招致命，環環相扣，他們的最終目的
就是要構建一個完美的法律牢籠，把台灣死死地鎖在裡面，鑰匙只有北京有。聊到這兒，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哎呀，這些國際法、條約、歷史文件離我們普通人的生活太遠了，這是外交官的事，這是總統的事，我們管得了嗎？這就好比我知道了房產證有問題，但我還要上班，還要還房貸啊。朋友們，如果你這麼想，那就大錯特錯了。在這場不對稱的戰爭中，認知就是力量，法理就是我們每一個台灣人最後的護身符。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現代戰爭早在第一聲槍響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這就是認知作戰。中共現在就在做這件事，他們試圖在你的腦子裡植入一種無力感，讓你覺得統一是必然的，抵抗是徒勞的，國際法是沒用的。但是當我們了解了舊金山合約的來龍去脈，當我們看穿了他們對開羅宣言和2758號決議的謊言，你就會發現，原來我們並不是待宰的羔羊，我們手裡握着強有力的法理武器。這種認知會影響我們每一次的投票，會影響我們在國際網絡上的發言，會影響我們面對恐嚇時的心態。當國際有人問你，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你不再會支支吾吾，你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訴他舊金山合約的故事，告訴他為什麼台灣的地位是未定的，告訴他為什麼我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未來。這一份清楚的認知匯聚起來，就是台灣最堅固的防線。面對中共這樣一個龐大且擅長扭曲歷史的對手，我們沒有本錢去忽視任何一個細節。軍事上的導彈我們要買，但法理上的愛國者導彈，我們更要裝備在自己的頭腦裡。我們要堅定地捍衛自己的歷史解釋權，大聲地向國際社會說出真相，不要被中共的宏大敘事嚇倒，不要被那些看似義正辭嚴的謊言洗腦。我們要學會用法理的視角去看待台海問題，要學會用國際通用的語言去講述台灣的故事。歷史的博弈從來都不是單一維度的，軍事是硬實力，經濟是硬實力，但法理和認知是更基礎、更深遠的軟實力。只有當我們每個人都清楚地認識到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的權利依據是什麼，我們才能真正地掌握自己的命運。因為捍衛我們的歷史，就是在捍衛我們的未來。那張70年前在舊金山簽訂的條約，不是廢紙，它是我們父輩留下的契約，也是我們留給子孫後代通向自由的門票。我們絕對不能，也絕對不會讓它在我們的手裡變成廢紙。